严将军能行吗？小的替您寻辆车来吧。废什么话呀？这点酒算得了什么？啊？哟，大爷您来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这不是大名鼎鼎的严大人吗？你是谁？怎么认识我呀？看您说的，如今长安城里谁不认识您？皇上的大功臣嘛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送严大人回府。哎呀，严大人，你可要坐稳呢。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？这重要吗？严大人，你英雄孤胆，如今一个陌生人送您回府，你害怕吗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出使一趟东欧，满眼望去，了不得了！艳妇美女就争着要送你回家了。严大人，你的书生气真讨人喜欢。如今你替皇上拔了头筹，自然从今以后荣华富贵趋之若鹜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告诉你，这次还真亏了本人。东宫老太太一高兴，把虎符都交给皇上了。虎符啊，因为我言助，皇上从此如展翅飞鹰，可以雄飞了。李将军，我说魏大人，你也太性急了点吧？陛下白天才让你统领奇门军，这晚上也不打招呼，就来查哨来了，怎么，挑出什么毛病了吗？李将军误会了，北将只是想熟悉一下岗位而已。哼，要知道，要想统领军事，光靠裙带关系可不行啊！啊，不是我倚老卖老，哎，像你这样半路杀出的军人，看看城门还可以，若是领兵打仗啊，哼，那脑袋都要别在裤腰带上，令其一斩，身先受死，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呀！哎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呀，就在这儿替咱皇上好好看着城门吧。啊，我李广。到时候还得领着将士们与那匈奴打仗去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城门啊就交给你管了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呀要回去打听去喽。回事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乔严大人说的，难道还会有人把你绑架骗到这儿吗？本官想起了，昨晚在酒楼外，是你邀我搭的车。严大人真是好酒品呢，喝多了点儿，一上车可不就拉拉扯扯的。你们这些男人呢，也就是在外面体面。看你把我弄的。严大人，快起来吧，要不然我也起不了床啊。对不起啊，怕是武安侯马上就要来了。
武安侯，国舅田汾呢？难道你不知道本公主是武安侯的情人？公主，你哟，严大人，你最好看看清楚，你当这是窑子呢？这可是淮南王的官邸。武安侯到！还发什么愣啊？想留下来和武安侯会会？不，严大人，哼，快点儿！小宝贝儿，今天方便了吧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想你了。你在干什么呀？什么味道？昨天晚上我喝了点酒，现在头还疼呢。喝酒了？嘿嘿，新玩意儿来了，终南山新送的丹药，这比你爹练的那个厉害，能让你飘到云上啊！来，哎。哎呦，你疼死我了！下去，下去。也是8丈高的灯台，只照了人家，照不到自己。哎呀，从今往后啊，我就不见所有的朝臣了。那，你说咱们这一天的时间，可怎么打发呀？那还不简单，让皇太后、窦太主、皇后一块儿来陪您聊天，拨钱。都过来。那不请卫子夫又不合适，请了，我这心里又不舒服。你怎么想那么多呀？你不当家，不知道柴米贵。这样吧，你呀，你去把魏齐侯给我请来，咱们窦家的人自个儿说说话。我也冷落他多时了。魏大人，听说前方战事不利，皇上也不招咱们商讨议论。哎呀，陛下，现在是内阁为多余也。这也好，咱们呐可以独善其身，也免得替别人背黑锅。御史大夫，你好像又有什么内幕消息啊？让皇上忙活去吧。太皇太后那里即将收到淮南王的一个上书。上书？什么上书啊？此事也只有由淮南王做最合适。淮南王要上书太皇太后反对用兵民怨。老太太还会管？我想只怕是他老人家也不想说话了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朕召诸位来，依旧是议南方战事。自东欧国内迁，
芈越王骆颖趁虚而入，侵吞了东欧国土。其贪欲不仅没有受到惩罚，相反进一步在膨胀。现在南越国王赵佗去世，芈越王又挥兵南下，攻击南越国境，大有称霸整个南方的野心。这里有赵佗之孙赵胡写给朝廷的求救信。朕已决定，派遣大农令韩国率军从会稽郡出发。臣遵旨。派遣大行令王辉出豫章南下，歼灭南方之患。臣遵命。诸位，谁有异议吗？那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从目前的形势看，到处人心思变，这样的形势很有可能预示着兵当大起呀！天下将要大乱呐！父王，您是不是还下不了决心呢？如果您仍然心存疑虑，那孩儿就替您做了。你打算做什么？我要置军械及筋骨，招募敢死之士。一旦朝廷有变，我们就起兵进京。当年七国诸侯合兵共进都未能成事，我一个小小的淮南国又怎么能对朝廷宣战呢？刘濞乃一蠢夫，怎可与父王相比啊？父王一部淮南王书，天下人谁不佩服啊？就因为如此，所以皇上视寡人为眼中钉，稍有动静。哎呀，父王，那父王你更得早做准备啊！寡人是崇信天象的，今日既然上天已有这样的启示，寡人也不敢违误天意。所谓时乎时不再来，好吧，你呢，秘密的做些准备也好，好，千万要保密。哎，我们主攻的方向还是要放在朝廷的内部。好，所谓虎从风势，龙仗水灵啊。我看你魏齐侯也是攻于谋国，捉于谋身呐。混到如今还是两袖清风，无所事事。别动我的虫子！哦，还我！你让我失望啊！这也是没有奈何的事。谁怪我没有那个才具啊！嗨，你魏齐侯做过大将军，又做过大丞相，不能说没有才具。我看你啊，是心气太高，着力不群呢。侄儿不太明白太皇太后的意思。等我死了，你就明白了。这几年，咱窦家的人，谁心里头不再抱怨我这个瞎老太太？欲壑难填呐！侄儿万没有这种想法。你没有，别人有啊。你数数，朝廷上下吃俸禄的窦家人，几百个都不止。可有谁知道惜福的呀？没有一个。我呀，是没有力气再管了。可是窦家也不能就这样败落下去。你呀，我要你替我把窦家管起来。你是窦家的人，
再清高也清高不起来了。太皇太后，你老人家的意思是？我要你呀，做好准备，准备出山。咱窦家不能像一盘散沙。臣参见太皇太后。什么事啊？淮南王刘安紧急差人送来一个奏折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从今天起，老身不看奏章，都送给皇上吧。此事关系重大，所以魏齐侯，臣在。你去看看，淮南王想说些什么啊？这是淮南王刘安的一封劝谏书，他反对朝廷，又要对闽越用兵。皇上怎么又要用兵啊？回太皇太后，皇上已经任命大行令王辉、大司农韩安国任将军，分率2路大军进军讨伐闽越。把这份劝谏书给皇上送去吧。我这次要看看，是皇上做的对，还是淮南王说的对。闽越王已陷入2线作战，四面分兵，后方必然空虚，估计他在梅岭对我军的阻击很难持久。魏将军的看法仅是从军事角度着眼，当前对陛下的关键是时间。梅岭如果不能迅速突破，势必有不利的政治后果。那是什么呀？臣担心，朝廷上下会有人怀疑陛下的决策能力。此战虽不大，却是陛下第一次亲自主兵，臣以为应该对前线的将士施加压力，促其迅速力战。不理他们，他们爱怎么看就怎么看。只要认准了的，就不能动摇。陛下圣明，打仗就是打仗，不必给前线将领施加额外的压力。胜利会证明一切，军人不必过多思考，他只需执行命令。报大单于，趁汉军目前在东南用兵，我军是否应该出击？看来这个小皇帝的野心的确不小啊！大单于，对汉朝在南方的动作不可忽视。汉廷现在已平定了东越，依奴才看，他的南征是为了北伐做准备呀。东欧王已归附汉朝，东越已平定。南越王赵胡也对汉归附称臣，现在只有闽越王尚未降服。一旦平定之后，汉朝的地域在南边就可以直达南海。巴蜀之西南方面，自古以来就有数百彝族部落。最近刘彻派便是唐猛入夜郎，司马相如前往琼都，游说夜郎王欠兰王归汉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开边设郡数百里呀。这个小皇帝，一旦南方平定之后，我看他必然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北方来。奴才完全同意您的看法。这个小皇帝对我匈奴虽然表面上仍维持和亲政策，专力经略于东南，但看来旗帜不小。奴才建议，我们就先派个使节入汉，催促汉廷派遣公主来和亲也好，借此来观察他的下一步动向，也好观察汉朝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善意。这样，大单于您才能够进退有余呀。什么和亲不和亲的，不如打他一下。哼，住嘴！你懂个屁！你就知道打打杀杀的。单
将军是否有感觉啊？只见皇上妙发了一道催促我们速战的诏令，实在是难得呀。臣以为少年壮志的皇上必然求胜心切。这不催比催更压人。皇上在太皇太后的庇护下，整整等待了6年，造就了足够坚韧的性格。他6年都等下去了，还会在乎这么几天吗？那我们应当怎么打呢？我认为啊，皇上举重若轻，我们就得举轻若重。山岳丛林作战，要稳扎稳打，要沉住气。双方斗的不仅是士兵，也是将帅的意志。韩将军所言极是，传我的命令，给我一寸寸往前打，步步为营。诺，去吧。谁呀？亲王求见。让亲王进来。诺。弟弟，你来得正好。寡人听说国都里那些王八蛋都在发牢骚骂寡人呢。回大王，那只是少数人，弟弟下令严办，多数人还是态度明朗。他们托弟弟带来一封效忠信，献给大王。好啊，快拿来看。啊，信在这儿。谁也不许动！大王已毙命，本亲王现在继承王位。去，传我第一道诏令：闽粤全军从现在起，立刻停止作战，打出白旗，与汉军媾和。闽粤捷报！建元6年，刘彻派遣王辉、韩安国率2路大军平定闽粤的作乱。这是一次战略意义颇为深远的南征。从此之后，汉之声威文教远播南土。数年之后，刘彻又派大军南下，彻底平定百越各部，而于其地设置丹耳、朱崖、南海、苍梧、九真、日南、合浦、交趾等9郡。至此，今日的两广、海南及川康、云贵等地都归属于汉朝。但是，就在南方捷报频传之际，年迈的太皇太后窦氏却已病重不起。太皇太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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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，快叫太医！太皇太后，起来，轻一点，慢点。既然首恶闽越王骆颖已被诛杀，王辉、韩安国将军可以罢兵还朝了。此役，我汉军魏哲一兵一卒，并没有像某些人所说的疲惫百姓、残杀士兵。春陀，奴才在。你替朕把淮南王刘安的那封劝谏书给朕找出来。奴才遵旨。念，顺着朕的朱批之处念。蛮越乃化外之民，断法纹身，如有冒犯，天子应宽容处之，更不宜派兵深入讨伐。且越地张力流行，臣恐兵未血刃，死者已10之2、3矣。臣窃以为天下之兵有征而无战，用兵不可不慎，蛮夷之地不足为征，否则若出师不利，大汉亡天下矣。行了，文章好啊，真是好文章。什么叫出师不利，大汉亡矣？
朕看那淮南王爷只配谈谈他那黄白养生之术、风花雪月之道。言住。臣在。你替朕去趟淮南国，把南方战事的所有经过、所有细节，根根梢梢都给朕的这位叔叔好好的讲一遍。要讲透，不要有遗漏，让他自个儿重新掂量掂量。 什么才叫不战而屈人之兵？臣领旨。此意不只是平乱惩叛，朕的最终目的是要一劳永逸地解灭南方之患。等平定了南方，朕就可以腾出手来，集中力量，对付北方之强大匈奴。 朕召集你们来，并不只是要炫耀南方大捷，而是要谈我大汉的整体周边战略。不谋万事者，不足谋一时；不谋全局者，不足谋一国。哼，也真是讽刺啊！ 皇上竟挑选你去申斥我父王，你说，你有这个资格，有这个品行吗？所以，本人出发前，先来看看公主，以表达我的歉意。哦，严大人真是怜香惜玉呀！ 你放心，你尽管去做你的钦差大臣去吧，代表陛下去教训高皇帝的嫡孙是吗？你这回可真是更神气了。我想问问公主，国舅田汾对此有何高论呢？ 怎么？莫非你因为害怕才到我这儿来的？一边代表皇上申斥淮南王，一边又和淮南王的女儿睡觉，一边还担心国舅在皇上那儿对你做小动作是吗？哼，武安侯是做过太尉的人，哼，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争风吃醋。 你说他有脸告诉皇上吗？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如果公主没有其他的事情，那小的就告辞了。啊，等等，你就这么走了？啊，留令公主，明日一早，下官就要出发了。哼，你觉得你已经洗刷清白了？ 严大人，我不在意，你又何必在意？咱俩的事儿，哼，只要你我不说，又有谁会说出去呢？
父王，你快看，姐姐的来函。哦，原来这位汉使也在追求你的姐姐呀！父王，您要坚定信念呢。目前朝廷已腐朽之极，您伸出一根手指头就可以把他们戳穿啊！朝廷专使严仲大人到。回避。淮南王刘安恭迎皇上使节。哦，不必如此，不必如此。淮南王有理过分，过分了。臣不过是来为淮南王宣讲南方战事的经过呀。请。好，但请。汉使似乎很和蔼可亲呢，差点都成了咱家姑爷了，他能不和蔼可亲吗？请。好，但请。南方的战事不过如此，臣明白皇上的意思，无非是针对阁下休战上书中的一些谬误。臣已知罪。臣对皇上的战略乱加评论，真是愚蠢之极呀！看来淮南王对皇上还是缺乏了解呀。寡人冒昧地问一句，太皇太后的身体近来不知安好啊？本使节没有通报此项的任务。可是御史是从京城来的呀。听说太皇太后已经不省人事了，无可奉告。御史无需隐瞒，小女来信中曾特别称赞你，还叮嘱寡人好好款待。可见御史大人与小女是有交情的。我可没拿你当外人呐！御史大人才华过人，但是良禽择木而栖，忠臣择主而事。使臣何妨考虑一下？寡人此时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呀！本使节刚刚已经说了，看来淮南王还是对当今皇上缺乏了解。您知道皇上在过去的这6年里都在做什么吗？国中无人不知，皇上这几年一直猫在上林苑，风花雪月，玩狗戏马，驰骋游猎。请问，大人懂得狩猎之道吗？那是纨绔子弟之事，寡人从不问津。大人既不懂得狩猎之道，自然看不懂南方战事，却又要妄加评论，怎能不是谬误百出呢？皇上对于南方战事的2次决战决胜，绝非出于偶然。皇上认为，北方匈奴强悍不衰的原因之一，在于经常进行大规模的狩猎。于是皇上也就从6年的狩猎生活中去剖析思索战胜匈奴的方略。他身边的800骑兵早已成为皇上的士官学校，羽林的所有骑郎几乎都能随时随地去指挥一支强大的军队。
御史大人此时此刻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大人真的不明白？那么本使节就跟大人说明白了吧。当今汉室天下，南北边境均不安宁，尤其是长达万里的北方边境，随时都有可能被强大的匈奴侵犯。汉朝必须保持国家统一才能够强大，要保证统一，必须要尊王，尊王必须要攘夷。很难想象一个完全不懂得军事的人能够当得起大汉的天子啊！唉，非常之事须待非常之人。只有像当今皇上这样既有军事天赋又有超人意志的人才，才能承担得起天下的兴亡啊！看不到这一点，却妄作非分之想者，实属于自不量力啊！淮南太守探问汉使是否说完话了？太守要在官衙门设宴招待汉使。怎么？好，这怎么？该说的都说完了，告诉太守，我这就过去。汉使大人，寡人已在宫中备下盛宴，何必匆忙？淮南王的盛情，本使节已经领略。本使节有句忠言：如果大人能够听得进去本使节的忠告，那比吃什么美味佳肴都更使臣感到欣慰。其实呢，淮南王的处境，世人皆洞若观火，更何况圣明的皇上呢？人才呀！越地瘴疠盛行，对大农令得好好捏捏，这身子轻松了，心情也都顺了。可不，南越征战，我一上马几天都下不来，我这把老骨头快散架子了。哎，韩兄还记得吗？咱们俩，好，咱们俩头一次见面也在这个球场上。哎，你说有缘吧？这是咱们俩的缘分呐。安国兄啊，你看朝廷下一步的走势会如何？你指的是皇位呀，还是您的相位呀？我指的是国运。若指国运，我也看不清楚啊。有汉以来，一向是萧规曹随，举世无所变更，那就可以做预测。而如今的皇上，很显然又要更化改制，变局即将迭出，前景实难预测呀。是啊，连韩兄如此睿智之人都难以看清时局，那别人就更没谱了。唯有你武安侯说这些话不合适啊！啊？为什么？有汉以来，皇帝传承制度中始终存在两系权威，一系为父权，一系为母权。太皇太后之所以能够把皇上封闭6年之久，正反映了母权的鼎盛。退一步讲，假如太皇太后明天就驾崩，则母系权位就像水田里拔藕，藕出水满，也不会只留下一个空窝窝。那么，试问谁来替代太皇太后呢？当然是武安侯的姐姐，如今的皇太后了。武安侯若是对自己的前程也忧心忡忡，那不就是自己怀疑自己了吗？你和皇上本来就坐在同一条船上，
哎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你怎么能够置身局外，像平常人一样指手画脚、品头论足呢？汉朝突然收紧了通关制度，原先走私可以得到的铜铁以至于兵器，现在毫无例外的被挡在了关内。许多的汉夷走私商人都被官军正法，好多活跃在边地的走私商人现在都被吓跑了。我听说，下一步，听说汉朝还将准备限制谷物、织品的自由流通。甚至还包括酒类。由云中北地雁门的驻守汉军内部传出的消息，将会有新的军队调入。汉军将领似乎都在等待朝廷的命令，估计他们的皇帝将更换这些将领。大单于，陇西代郡，汉朝边境屯戍，近来有内地汉民迁入，朝廷又免除了他们的税赋，新的移民又发了农具、种子、安家费用。值得警惕的是，汉军直接从国家兵械库中拨发了兵器、服装等物品，武装这些边民。桑格花开了，云雀叫了，毛毛虫长出了翅膀，汉朝的皇帝他断奶了。哼，这个新主到底想干什么？当今的这个汉朝皇帝，6年前就想搞改制，然而他的老祖母只咳嗽了几声，他的那座大厦就倒掉。现在他的老祖母总算又给了他权力，他就又想蹦蹦跳跳了。不过有一句汉朝的名言说得好：“新盖茅厕3天香。”哼，如果大单于立刻给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点教训的话，那么根本用不着大单于施力，汉朝内部的奏成也能淹没他的脖颈。汉朝实际上是由一种巨大的传统在统治，一个稚嫩的皇帝必须成为他的附庸。在汉朝，不是狼吃羊，而是羊吃羊。那么我该如何对这个年轻的君主加以教训呢？我匈奴对汉朝最大的优势在于地缘的因素。汉匈之间几千里漫长的边防线上，一方以农业定居，一方以游牧流动。我匈奴的一个家当用1匹马就可以搬走，而汉朝人的村庄、城镇、庄稼地没有一样是可以肩挑人扛的搬走。军事战略的优劣一目了然。我匈奴到处无家，到处是家，从哪一点上不能给那些为坛坛罐罐所困锁的汉朝人以教训呢？我伊稚邪大单于不同于君臣单于，我的先王对汉朝实在是太客气了，他太陶醉于作为一个汉朝皇帝的姐夫了。启禀大单于，在博斯腾以西发现了一支可疑队伍，人数100余，携有兵器和300余匹驮马的物资。博斯腾以西，弄清是些什么人了吗？这些人能讲匈奴语，沿途打听月之国的具体方位。
牧民觉得非常可疑，就报告了驻军。驻军已紧急调骑兵尾随监视。从他们的面容和用具上来估计，他们可能是汉朝人。汉朝人。 竟敢深入到我匈奴的腹地！我们离开长安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，在匈奴境内也穿行走了数月，可至今还找不到月氏国的位置，让我惶惶不可终日啊！匈奴牧民不同于汉朝牧民，警惕性高，组织也严密，十长、百长。 千长、皮小王、相、都尉、当户、县局，一级一级，不便随便打听。这几天，我们已进入匈奴纵深腹地，找了几个牧民问路，要么不说，要么说不知道。汉使大人，匈奴骑兵。 你看，糟了，我们被匈奴人盯上了。大人，怎么办？先看看他们想干什么。大人，匈奴人类似蜂群，一旦被盯上，大军马蜂势必倾巢而出，到时候想走也走不了了。 你看，使节进入贵邦时借路。我乃汉朝使节，无意与邻邦交战。我乃汉朝使节，不是来跟你们打仗的。禀报大单于，可疑队伍以为我经济一举擒获，被俘者声称是汉朝使团，为首的张骞已押到帐外，听候发落。汉朝使团，既是汉使，为何却无通报，又行踪诡秘，还深入到我匈奴的腹地？据那个张骞说呢，他们是要出使月之国，借道我境，所以未曾禀报。让他去节末面，进帐来见我。大单于传话，让汉使去节末面，进帐听话。去节末面乃是对大汉朝的侮辱，本使誓死绝不接受。
嘴还挺硬的。去节末面是我匈奴单于接见外国使臣的规矩，对西方几十国的使臣都一概如此。汉朝不同，汉匈双方是亲戚，大单于胭脂乃是汉朝皇帝的亲姐姐。传汉使觐见。把他带进去。走，走。就你要去月之国？回禀大单于，对。去月之国干什么？朝廷派我去打通商路，使大汉的物资更远地流向远方，也使远方的珍奇流入大汉。这对贵邦也是一件好事啊。难道你不知道，月之国和大匈奴是结有世仇的吗？我汉朝对周边邻邦一视同仁，至于你们两家的关系，汉朝绝不介入。如果我们大单于也派一个使团进长城，横穿汉朝，出使闽越国，你们的天子会答应吗？如果目的纯正的话，那么汉朝天子为什么不答应呢？那你又如何证明你的目的纯正呢？大单于只需去看一看被贵军扣留的驼马上的物资就知道了。这里面每一样礼品，都是为了寻求通商的证明。好了，别再给我耍滑头了。本单于一看你就是个奸细，任凭你巧舌如簧，把河里的鱼说得蹦上岸来，把天上的鸟说到锅里去，本单于也是不会放你的。因为大匈奴人最清楚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，而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。把所有的汉朝人全部拘押看管，所携带物资全部没收，收缴王库。两家相争，不斩来使。我们两家是友好亲戚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？看来这个汉朝的皇帝乳臭未干，就真的想和我大匈奴过招了。我一定好好的教训他，让他一辈子都忘不掉我。对，大单于真是明察秋毫啊！世间又有谁能阻挡大漠之王、众王之王的伟大单于呢？只是若对汉朝动武，大单于还要讲究策略。你看，我们怎么来收拾这个汉朝的新皇帝？以臣对汉朝的了解，汉朝地大物博，人口多过匈奴几十倍，我匈奴是根本无法比拼的。那你想说，大匈奴打不过汉朝人？奴才不是这个意思。奴才虽然是汉人，但连做人的根都被他们弄断了，所以我恨汉人要胜过匈奴人几十倍。那你就告诉我，怎么对付汉朝人？汉人有句话，叫做4两拨千斤。我们应该用汉人来对付汉人。哼，只用你来对付汉人？当然不只靠奴才。汉朝内部有很多反对刘彻的人，其中有很多还是诸侯国王啊。朕今天不想多谈人事，没什么可谈的了。
朕今天想与各位大臣谈谈匈奴的问题。你们应该知道了，匈奴派的使者已经到了，要求汉朝再嫁一名真的公主给他们。当然了，还要有大批的嫁妆。朕今天想听听各位大臣们对此事有什么看法。但说无妨。好吧，你们不说，那就朕说。朕早有预感，照此下去，汉匈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一战。巍巍李广，臣在。你说说，朕让你去打匈奴，你愿意去吗？要说这个打葫芦，朝廷里也就属臣是老资格了。20余年间，臣转战陇西、北地、雁门、代郡、云中，与匈奴打过仗的地方，臣都在那里做过太守。与这帮混蛋打交道，好像是家常便饭。只是这几年让臣做了卫尉，有点不知道东南西北了。嗨，说啥呢？陛下，就是一句话，陛下只要一声令下，臣就跨上马，去打他们。飞将军威武！程不识将军，你呢？陛下，臣以为，兵者，乃国之大事，生死之地，存亡之道。但飞将是个专业军人，只管执行陛下的命令，只管率军作战。至于与何人作战，什么时候作战，这样的大事，一切听陛下吩咐。将军们的态度，朕可以理解。你们呢？你们这些文官呢？臣有话要说。好啊，你王辉是见过匈奴单于的人，你早就该说了。陛下，臣也认为汉匈之间必有一战。60余年来，汉匈之间大战没有，小战不断。为什么？有人归结于匈奴人不义，或者是汉朝人软弱，其实全都不对。匈奴人为狩猎游牧者，汉朝人为务农定居者。只要匈奴人一天不放弃他们的游猎习惯，就必然把定居者看成是他们的猎物，而把城镇、耕地看成是他们随时可以取用的仓库。狩猎和打劫本来是游猎者古老的生存传统，无法改变的行为方式。匈奴人认为杀掠是英雄的举动，就如同他们嗜吃生肉一样，是无法改变的。所以朝廷历来每一次用和亲换来的和平时间不过是2、3年，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。从长远计，朝廷应放弃和亲之策。一如陛下所说，既然战争不可避免，不如及早备战，要给他们一次重创，使他们畏惧汉朝，不敢轻易为敌。好，说得很好。怎么朕以前就没有听到过这么痛快的言论啊？陛下，微臣以为朝廷的和亲之策不能轻言放弃。你大农令是这么看的？匈奴犯边，的确已是困扰我汉室60余年的大问题。一如大行令所说，战争从未止息。但是文景2代虽时有小的战端，却仍基本维持了较长的和平局面。为何？那正是朝廷和亲政策的作用。文景先帝为何要坚持和亲之策呢？
一则，朝廷当时尚不具备与匈奴作战的实力，有必要对匈奴让步，以换取经济恢复的时间，那是完全必要的。二则，即便能与匈奴开战，并且不战败，仍然是得不偿失，因为匈奴的土地不值得去占领。所以，先王之道是以静制动，和亲政策是文景时代安边的方略，是富国强民的大计。若放弃，那就等于放弃了长期的和平。正如晁错当年所言：“攘夷必先定内。”战争是一种危险，谁胜谁负，谁强谁弱，决定于一眨眼之间。用人的生命来夺取胜利，一旦跌倒就不能复起，不可不慎呐！是，韩安国大夫一向享有贤能之名，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。那么说，朝廷和亲依旧，也就无所变更了。和亲的事，议得怎么样了？尚在庭议之中。主战主和者还没有达成一致。我听说匈奴的使臣已经等得厌烦了。他厌烦怎么着？他不厌烦又能怎么样？这是汉匈间的和议谈判，不是单方的敲诈勒索。太皇太后生死未卜，朝廷将面临变故，这个时候断不可轻易延战。和亲之策也不能更改。母后还有女儿可送吗？太皇太后的侍女倩儿，人长得秀气，又熟悉宫廷里的礼仪，不如赐个公主的名号，去完成朝廷的和亲大局。韩安国是旧臣中少有的睿智者，朕擢拔他位列九卿，本也是对他寄予厚望。韩安国在北平做过都尉，应付匈奴之事自然是熟悉的。他讲的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了，在他看来，和亲政策是国策的基石。以静制动固然很好，但若以静不能制动呢？难道要永远被动挨打吗？陛下，太皇太后卧床不起，应关注各方动向。近来诸侯联名上书，指陈朝政的种种不是，这是多么大的事啊！满朝的文武对此却没有一份上议对策。看来这些人还没有意识到方略理应调整，所以严柱，你说。陛下，微臣以为，将来朝廷要建立这样的制度，陛下的上议如在内阁和廷议中受阻，陛下可派身边信得过的近臣对大臣们宣讲，陛下再以宣讲的结果确定诏命。这样既保证了广开言路，又使朝政不至于总让一两个声音所左右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这就需要召集更多的英才。陛下圣明。臣以为应重开殿试，招选天下贤良、直言敢谏之士，择其优异者，重用之，以此人才自然会源源不断的。今天朝议匈奴的事儿，其实并不是在讨论和亲问题。看来，内外政策均要改弦更张。怎么了，小宝贝儿？老太太快不行了，2宫之内快成了兵营了，你一点都不知道吗？哦，
父王托我。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提你父亲了。你替我带话给他，让他好自为之吧。眼前这个情势，我看了都冒冷汗。他还想怎么样？武安侯未免退得太快了点吧？退？这从何说起啊？哼，好。既然武安侯你下决心要跟我父王拉开距离，那你就好好回去做你的国舅吧。不过，老太太一死，怕是丞相的位置就是窦婴的。太皇太后也许和皇上一辈子也说不到一块儿，但是他们都觉得窦婴比你更合适这个位置。好好歇着吧。陛下，臣在淮南国时，曾听到过很多谣言，为此民间议论纷纷。是啊，京城里也有很多谣言呀。你怎么看？据太史公言，非有大丧，则主大兵。朕问的是你言注自己的看法。臣也不是先知，对这方面，请陛下咨询司马谈。朕不问。朕很佩服秦始皇，有一次嬴政因风受阻，不能渡湘水。术士说湘神作祟，他就发了3000囚徒上山去砍伐树木，整座香山上的树都被他砍光了，以示惩罚。结果大风呢，反而倒停了。陛下，程将军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臣告退。陛下，应该立即做些准备了。怎么？太医说，太皇太后也就在这1、2天了。太皇太后一旦驾崩，必然会引起各方的震动。边防驻军要立刻进入戒备，以防匈奴蠢动。两位将军，你们现在就代表朕进驻南北营。作为我汉军精锐的南北军，任何调动都要经过2位卫尉及中尉共同协商，再报朕核准。记住，没有你们3人的联名命令及朕的核准，任何人不能调动一兵一卒。臣领旨。陛下，回京。
上林园的800骑，分别进入两宫。从现在起，两宫的警卫都由你卫青一人掌控。臣领旨。去吧。陛下，丞相许昌、御史大夫庄清迪、郎中令石庆在殿外候旨，叫他们进来。宣许昌、庄清迪、石庆入殿觐见。臣叩见皇上。免了。太皇太后要不行了。朝廷当下的大事是要准备国丧，你们马上安排制定国丧的礼仪程序。内阁的日常朝政，则由朕的进士郎官大夫代替你们主理。臣请示陛下，按照成例，太皇太后的葬礼，诸侯各王都要回京参加。臣请示陛下，是否可召各诸侯王入朝？可以，但要缓2天，待京城秩序初定，再召各王入朝。韩嫣，陛下传令，严驻司马谈、司马相如、武丘寿王、东方朔、主父偃、梅岗这几个人都住到宫里来。朕在朝政上的事务，要随时向他们询问。臣领旨。这个诏书马上发下去，发下去，发下去，都下去！最多，奴才在。魏启后来了吗？早来了，一直在侧殿等着呢。叫他进来，朕要单独跟他谈谈。遵旨。宣魏齐侯窦婴上殿。陛下，太皇太后，请陛下过去说话。太皇太后，是的。太皇太后本来已昏迷多日，不省人事，今早忽然睁开眼睛要见您。太皇太后确实恢复了清醒。是的，不只是因为用药，还是回光返照。总之，他老人家今儿一早就醒了，还喝了一点粥，还说要把他抬到院子里晒太阳，还……但愿老太太能闯过这一关去。一定是咱们的皇上到了。孙儿给太皇太后请安。别跪着，反正奶奶也看不见。这会儿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来，拉着奶奶的手，出去散散步。哎呀，奶奶，
奶奶，来人呐！奶奶，啊，不要，奶奶。这皇上的手怎么比奶奶的还凉啊？彻儿啊，哎，你恨奶奶吗？奶奶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要不是奶奶，孙儿能当上这皇上吗？哎呀，从你生下来，奶奶就没见过你的样子。可是奶奶知道你长了个好模样儿，来，让奶奶摸摸你。哎，他们说你呀，这张脸长得像高皇帝，这眼睛像你的父皇。奶奶今天叫你来，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呀。可能不中听，你也可能听了不高兴。可你一定要让奶奶把话说完呐。奶奶说吧。你知道，你荣哥哥和丽妃娘娘是怎么死的吗？你荣哥哥临死前给奶奶写了一封遗书，你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奶奶，孙人好像听说过我荣哥哥是自杀的，那封信也丢了呀。他不是自杀，是被逼着自杀的。那封信也没有丢啊，是被人拿走了，毁掉了。什么？你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谁呀？就是你的母亲。奶奶，你有证据吗？是制度临死前托御史转告你的父皇和我这个夏老太太的。在这事儿上，我是真的瞎了眼，冤枉了制度的。蓉儿死了以后，你父亲可是看透了你娘啊。之所以没有动她，全是为了保护你呀。你父亲驾崩以后，因为你母亲，奶奶也曾经动过念头，想把你给换了。你想想，你有14个兄弟呀，谁不想做皇帝？这一个一个的，谁又做不得皇帝？淮南王刘安为什么献书给我，奶奶心里都清楚。但奶奶不能这样做呀。为什么？为的是天下必须维护大统。奶奶和你父皇一样，认为也只有你呀最适合做这个皇帝呀。为了不让你娘掣住你的手，碍你的事，也想先除了他，可又怕伤了你的心。奶奶是左右为难呐。替你留下了娘亲，就给你留下了祸根。奶奶死后，最担心的有3件事。
第一，你的母亲一定会出头，干预朝政啊。还有，这第二，他一定会不遗余力的安插王家的人。第三呢，他会和你舅舅天坟串通一气，谋揽大权呢。晨儿，奶奶一旦走了，这大汉的江山呢，这刘家的天下，可就全托付给你了。晨儿，你在听吗？晨儿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要你记住一句话。奶奶说吧，孙儿一一记下。这大汉的江山，是我们刘家的天下，不能在你的手里改姓啊！奶奶，孙儿知道了。